不知从何时起，江湖中有个传言，说麦克只会用电脑玩游戏，不会用手机，所以今天我打算辟个谣。不用手机录制视频，是因为电脑端的画质和视频比例更符合我所同步的16个平台的情况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手机游戏玩不好，毕竟每年评测那么多游戏手机，怎能没有点真功夫？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台，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台游戏手机，但其极好的游戏体验却超出了我的意料，玩起来丝滑无比。它就是刚刚上市的 OPPO Reno 7 Pro。 说起 OPPO Reno 系列，我实在是太熟悉了，基本每一代产品我都有做过评测。总结下来，这个系列主要有这么2个优点：其一，拍照强悍；其二，玩游戏顺手。那么这新一代的产品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呢？马上揭晓。打开包装，首先是手机本体，先放到一边。第二层是一个充电器和一个手机壳。充电器规格65瓦超级闪充，对应的是 Reno 7 Pro 4500毫安电池。手机壳下面还有一条数据线。那么这就是包装内的所有东西了，除了手机统一的白色色调，整体包装非常雅致。当然手机才是重点，让我轻轻的拿出来，隔着保护膜就能感受到大不同于前代的手感。屏幕尺寸 6.5 英寸，用的是一块 OLED 柔性屏，而相对于前代产品，边框的改变是巨大的。Reno 7系列全系采用了航天铝直角中框，搭配正反 2.5D 设计，薄至 7.45 毫米，所以它的持握手感非常舒适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有质感？这个背部的设计就更加惊艳了，我这一台的配色叫做星语心愿，也是麦克强烈建议大家选择的一款颜色。OPPO 在它上面行业首发 LDR 星语光刻工艺，120万道渐变光栅纹理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立体触感。不同的角度显现出冷暖2种色系，颜色和纹理在光线流转间不断变换，有没有撩拨起你那颗不太安分的心？来，留几秒时间，让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。不过你以为这就是Reno 7最美的状态了吗？来，再来。Reno 7首次将光纤热弯工艺应用于后置影像模组，当有电话或者通知到来，这组呼吸灯像星环一样在夜空中闪烁，更具未来感。同时当打开游戏或者充电时，它也会亮起，科幻感十足。在影像方面，本次Reno 7系列的升级同样巨大，号称是人像视频大师，后置索尼大底旗舰主摄 MX766 暂且不表，它这个前置镜头很值得说一下。Reno 7系列全球首发由索尼深度定制的旗舰级传感器 MX709， 并且属于 OPPO 永久独占。MX709 集成了 OPPO 自研 RGBW 图像融合单元，在行业内首次实现将算法写入传感器，使得Reno 7系列传感器感光度大幅提升，成为了全球感光能力最强的前置传感器，号称暗光自拍神器。由于黑科技太多，更加具体的参数大家可以参考官方产品页面自行了解。这里只说一下我自己的使用感受，那就是随心所欲，怎么拍都满意。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R 人像虚化功能，可以拍出近乎完美的自然景深效果。怎么样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另外它这个人脸锁定追踪也非常好用。当然这套定制系统最强悍的还在于暗光以及逆光下的拍摄，这是关闭室内灯光后的效果也能拍得清清楚楚。瞧，逆光下也非常的强悍，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在任何场景下都能让你拍清楚自己的脸，美女们估计会非常喜欢的。当然今天这期视频的测试重点其实主要还是在游戏方面。Reno 7 Pro 搭载天玑1200 Max 台积电6纳米制程工艺，再结合全新 ColorOS 12系统，能够带来怎样的游戏体验呢？或者说与其3000元左右的售价相比，它能唱完目前的主流热门手游吗？答案马上揭晓。游戏辅助功能方面，除了多了一个极限稳帧，其他各类游戏功能均和前一代差别不大。这里尤为需要夸赞一下 Reno 7 Pro 的 X 轴下行马达手感非常不错，打开游戏震感功能以后，能够带来4D 多级震感，反馈也非常舒适，很有一种游戏沉浸感。同时针对游戏场景，Reno 7 Pro 在网络能力上也进行了极大提升，除了 5G 网络方面的优化，还在硬件上进行了360度横卧天线优化，带来的直接改变就是不管如何持握玩游戏都不会影响信号，让网络始终保持稳定状态。游戏帧率方面，首先测试的是这段时间我逐渐爱上的 CODM， 最高画质下以60帧左右稳定运行。其实这手机的配置是可以上到90帧的，就看游戏后期适配的进度了。然后是最热门手游王者荣耀，竟然可以稳定90帧运行，并且你还可以在这款游戏中打开极限稳帧功能，这将极大改善游戏平均帧率，提升游戏流畅性。所以喜欢玩王者的朋友，这款手机对你很友好。同样支持极限稳帧功能的游戏还有原神。我们都知道这游戏画质好，对于手机硬件的要求更高，很多人以能否畅玩原神来评判一款手机的性能。
有这么一个强悍的辅助功能，游戏的体验性将会得到极大提升。和平精英这游戏估计是还没和这款手机适配好，目前也是60帧，但是它也支持极限稳帧功能，点个赞。英雄联盟稳定60帧，据说这游戏后期也会支持90帧运行，值得期待。最后是可口飞车，好听，这双扬声器的氛围感还不错吧？帧数方面，我原以为这款游戏也是只有60帧，直到我关闭了录屏，原来人家是90帧呀！看起来入屏功能消耗资源也是蛮大的。总体来说，作为一款3000元档次的非游戏手机，OPPO Reno 7 Pro 的游戏能力毋庸置疑，绝对是可以以高帧率畅玩目前所有的热门手游。没填入这版私信 Mac 的同学可以放心选择了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的使用场景并不适用于又大又沉的游戏手机，而是应该选择一款带有强大游戏能力的日常旗舰手机。特别是这次的 Reno 7系列还做得这么好看。运行游戏大约30至40分钟后，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来了，那就是散热问题。屏幕中央区域32.3度，屏幕底部30.8度，屏幕顶部33.5度，背部中央区域30.1度，摄像组29度，底部29度。如何？这个散热能力是不是非常强大？我们都知道90赫兹屏幕及 5G 网络的大功耗往往会给手机散热带来很大压力，所以 OPPO 在其 3D 横整中央散热系统上进行了升级，通过中央导热结构、超导真空 VC 液冷以及超密度石墨片等技术的应用，让散热总面积高达13023平方毫米，从而获得了目前这种强悍散热效果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粉丝们告诉我 CODM 真人玩家们都在排位模式，那么今天是时候让他们感受到一名刀客的恐怖之处了。顺便说一下，Reno 7 Pro 采用90赫兹高感电竞屏，并支持1000赫兹极限触控响应，用来砍人很强大。瞧，有人跑到我们基地里追击，就是你了，吃尾刀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3米之内刀比枪快。呀，这么多，发财了！哎呀，果然真人玩家不好砍。划过去一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砍。当我不存在吗？你瞅啥？哇塞，又发财了，这么多！哎，这刀不够长呀！你给我停下，你让我砍一刀。不妙，又来一个。不过看起迷茫的眼神，似乎很疑惑。一个红色名字的，却和自己队友相处融洽，所以他肯定以为我是自己人。完蛋，终于被发现了。嘿嘿，3米之内刀比枪快。